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上来吗？就是因为好玩啊！拨手端枪，金哥这里所拿兵器正是红缨枪。红缨枪是古代常见的兵器之一，其特点是在枪杆上附加红色的缨穗。红缨的作用非常之多，在实战中，当枪尖刺入对方身体时，血液会顺着伤口喷出。红缨遇到血液后会引导血液流向地面，避免血液顺着枪杆流下，从而防止枪杆因血液而变得滑腻，影响持枪者发力。飞身下扎枪，金哥一开场就使出了枪法中的高阶技法，看来金哥是想直接制服师弟彭于晏。劈刀格挡顺势单刀贯穿胸膛，就这一招，金哥就感受到了现在的师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师弟了。15年前，金哥和师弟彭于晏同为押镖镖师，师弟彭于晏放荡不羁，不按常理出牌，和师兄金哥从小一起长大，年少时被师父责罚，同吃一个鸡蛋充饥，感情如亲兄弟一般深厚。但在成人后，原为师兄弟的两人却意外反目成仇，迷失在信念之中，摇摆不定，在危机时刻幡然醒悟。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逗逼的个性及高深莫测的武功。弓步扎枪，架枪格挡下劈刀，转身后踹，俯身躲闪，顺势转身横斩刀反击，进步刺刀，拔刀顺势右正蹬，上下斜劈刀连续进攻，金枪撑地顺势剪刀脚，回身劈枪。回马枪，回马枪是一种兵法计策的别称，指的是在打斗中用撤退造成假象迷惑敌方，然后在回城中给予对手致命性的一击。看金哥的这个姿势，明显是要用回马枪攻击对方的，而且彭于晏还是在空中的状态。如果金哥以一招回马枪直接刺过去，这场打斗基本就结束了。但金哥没有选择进攻，而是选择压枪留手了。弓步扎枪，再次弓步扎枪。点枪顺势挑枪，金哥先点后挑打得非常强势，这记挑枪更是直接让师弟彭于晏中门大开。这里金哥明显还是不想杀师弟。彭于晏中门大开时，金哥没有进攻，而是用了速度很慢的挑枪。打斗到现在，我们可以注意到，金哥一开始就有对师弟彭于晏留手，看来金哥是不想伤害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弟。挑枪顺势扫枪，横把压枪，双环扫，蓄力绷枪。绷枪是指枪尖由下向上或向左右急促用力绷带，要求力达枪尖，使枪杆颤动。绷枪式也被称为中平枪，有着枪中王之称。绷枪主要用于对方直线攻击时，以绷枪打落对方的器械，或迫使对方改变方向。需由柔而刚，用爆发力使枪杆颤动。金哥的这记绷枪足以展示出自己的实力。弓步下扎枪，拨草寻蛇，两人从屋内打到了屋外。金哥这里的枪法主要是以拦拿扎作为主要的进攻方式，这三个动作通常紧密连接，在实战中，拦拿扎可以组合使用，以应对不同的攻击和防守情况。虽然招式简单，但都被金哥发挥到了极致。立身下劈枪，左右平扎枪，侧身劈枪，点枪顺势挑把，飞身扎枪，连续上路平扎枪，转把盖打，转把顺势下劈枪，连续上路平扎枪，连续点枪攻下路，摇头枪。拳谚有言，枪怕摇头，棍怕顶。摇头枪的意思是在与人交手时，以扳扣刺这三个动作连贯使到极致的时候，枪头就会开始摇摆，摇摆的同时便会形成一个圆圈。如果在对战时被摇头枪给攻击到，那就会非死即伤。霸王枪法泰山压顶，我们可以注意到，这里金哥改变了握枪手法，他放弃了长枪握法，而是选择了长枪短用。长枪短用是武术枪法中的一种技巧，在攻击时，不要一味追求长枪的长度优势，而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攻击距离和角度。在防御时，可以利用长枪的长度和灵活性，通过快速移动和变换位置来躲避敌方攻击，并寻找反击的机会。在反击时，可以迅速缩短长枪的长度，使其更易于控制和发力，从而给敌方造成致命的打击。左右拨枪格挡，迎面扎枪二连击，转身扫枪再击，射枪式，转把盖打，白云盖顶，脚枪顺势前扎，横斩刀反击，蹬脚阻击，转身后摆腿，
上挑枪反击。两人激烈对打的同时，他们脚下的酒坛已经有些快承受不住了。转身扎枪，倒把盖打，缠头裹脑顺势劈打，五花枪顺势转身下劈枪，连续下扎枪。怪蟒翻身攻下路，弓步下扎枪，连续进步下扎枪追击，进步扎枪顺势挑枪击背，飞身扎枪乘胜追击，飞身正蹬脚再击。金哥连续压着师弟彭于晏打，就在这时，他们身后的酒坛轰然倒塌了下来，但两人并没有停手的意思。随后金哥腰间中一刀，师弟彭于晏又胸中一枪，金哥让师弟彭于晏赶紧走，不料彭于晏的腿被酒坛夹住，生死关头金哥没有选择独自而逃，而是丢掉了手中的枪，不顾生死的去救师弟，紧接着将师弟给推了出去，而自己却被酒坛拧开，最终葬身在了这酒坛之下。